这是我们测试的第31台 N 系列低功耗小主机，它创出了 CoreMark 测试成绩的新高，206245分，祝贺它！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英特尔低功耗 CPU i3-N305 的双 2.5G 网口的迷你主机魔方 M9S。这是魔方 M9S 自上次装置 N100 后的一次升级的 N305 CPU 的核心数相比 N100 提升了1倍。N305 目前还是最强的 N 系列低功耗 CPU， 大家如果想购买英特尔低功耗小主机，会考虑 N305 还是 N100 呢？魔方 M9S 它装置了英特尔 i3-N305 低功耗 CPU 8核8线程32EU 的英特尔 UHD 核显 DDR5 4800兆赫兹单通道内存 PCIe 3.0x4 的 NVMe 接口3屏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加 WiFi 6E。 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HDMI 线缆、显示器背架和螺丝、说明书、Type-C 接口的电源，这颗电源12伏3安，一共36瓦功率。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塑料机身，镜面顶盖，有 MOFAN 的英文标识。机身接口，前面板电源开关键，双 USB 3.0A 口 Type-C 接口，耳麦接口。后面板双 2.5G 网络接口，双 USB 2.0 接口 HDMI 接口 DP 1.4 接口12伏电源接口，双侧与后部都有通风口。取下4颗底部螺丝，取下底盖，看看内部接口。单 DDR5 4800兆赫兹的内存，2280的 PCIe 3.0 的 NVMe SSD。取下 NVMe SSD， 可以看见板载无线网卡露出了大半部分，这应该不算堆叠吧。BIOS 里显示内存装置的是 32G 的 DDR5 4800兆赫兹，对低功耗的小主机来说 32G 内存应该已经到位了，建议把 SetState 设置为 Enable， 否则单核性能会下降。看看性能释放 PL1 15瓦 PL2 20瓦。稳定性是仅次于性能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我们打开 i6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一条直线稳定在 14.5 瓦， CPU 有效频率 3G 赫兹，整机功耗46瓦左右。我们这样运行单烤了1小时12分钟， CPU 温度最高89度， SSD 温度最高69度。 CPU-Z 多线程 2720.6， 单线程 413.2， 多线程性能排名所有低功耗小主机的第3。 Geekbench 5多核5227，单核1102，多核性能排名全部低功耗小主机的第1名。 Geekbench 6多核5401，单核1362，多核成绩排名全部低功耗小主机的第1名。 Cinebench 223多核5977，单核1011，多核成绩排名全部低功耗小主机的第3名。 Cinebench 2024多核388，单核67，多核成绩排名我们所测试过的全部低功耗小主机的第1名。 Passmark 多线程 11909，单线程2326，多线程性能排名所有低功耗小主机的第1名。综合上面的比较， M9S N305 在所有的 N 系列低功耗产品中位列榜首。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603949， CPU 得分278,746。我们还给 N305 运行了 OpenDouble 测试， AES 623845， XX20 324,571， CoreMark 206,245。 CoreMark 成绩不但冲上了20万分，还登顶所有低功耗小主机的第1名，非常牛逼。我们来玩游戏，英雄联盟 1080P 中等画质，最后大团战70帧左右，
能玩就还行啊。HDMI 接口能够输出 4K 60赫兹的8位 RGB 的显示信号 ，Type-C 和 DP 接口能够输出 DP 信号，最高支持 4K 144赫兹8位 RGB 显示信号。我们的显示器的 DP 接口可以超频到160赫兹，超频后 Type-C 和 DP 接口能够输出 4K 160赫兹8位 RGB 非压缩信号。接着我们看看英特尔 UHD 核显的相对强项——视频解码。它最高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1 视频 ，YouTuber 8K 60帧 AV1 视频流畅播放。硬盘测试 M.2 PCIe 3.0 NVMe X4 跑到了2800多兆 B 每秒，显然这块 SSD 没有完全跑满 X4 的速度，但大家不要觉得这速度差呀。上周我们测试的 M4 Mac Mini 的睿智 SSD 就是这速度。WiFi 测试 Intel X211 WiFi 6E 无线网卡跑上了850多兆 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很好的水平。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Apple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6G， 跑满了带宽。这些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魔方 M9S 装置了低功耗 i3 N305 CPU 是 4.5 瓦的性能释放。在 Windows 下的功耗表现如下：整机最高功耗50瓦，待机最高功耗 12.9 瓦，实测最高功耗远超过我们这块标称12伏3安的36瓦的电源。我也不知道它是如何冗余撑下这14瓦的增量的。总之，如果要让我们不再心跳的话，厂家最好可以更换一个稍大的电源，毕竟 N100 适合给36瓦是可以的， N305 也给36瓦电源，就太小瞧了这8核心了。室温18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38度， SSD 待机温度44度， FPU 单烤的噪声接近46分贝，社会在耳边38分贝，非常安静。魔方 M9S N305 是我们以前测试过的 N100 的升级版， N305 是 4.5 瓦的功耗释放，非常强悍，几乎在所有的测试登顶第1名。它就是目前我们测试过的最强低功耗小主机，没有之一。散热和静音都很优秀，而且有3显示接口，双 2.5G 网口。特别作为小主机来说，它还给了 PCIe 3.0 X4 的接口，对 NVMe SSD 比较友好。要知道我们测试的31台小主机中，只有5台给了 PCIe 3.0 X4 的高速，其他不是 X1 就是 X2。缺点吗？我们前面说过的50瓦的正机最高功耗给了一个标称36瓦的电源，这实在是让我测试的时候也提心吊胆，生怕黑屏掉电。还有 Type-C 接口不能接入 PD 电源，这是一个小遗憾。总结一下，魔方 M9S N305 以出厂 4.5 瓦的性能释放，成为目前所有低功耗小主机中性能最强悍的一台，散热和静音都非常优秀，接口兼容性也非常不错。如果你想购买一台比 N100 性能翻倍的超强静音的双 2.5G 小主机，那么就是这台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